逆韩流通。안녕하세요，欢迎来到好 TFA 水晶有逆韩流通，我是水晶主播 Crystal。新奇真稀奇，今天 Podcast 的开头好新奇呀！这一集水晶有逆可要讲个可是大韩民国的大事啊！他们从古至今腌的泡菜，天天一日三餐必吃的泡菜改名字啦！你看，连我们以前的高凌风大哥，他的一首成名曲《泡菜的故事》就都说啦，泡菜就是泡菜，就是泡菜嘛，就是泡菜啊！再听一次重点哦。你看看。就是叫泡菜，我就是叫泡菜，连台湾的这个歌手都说泡菜就是叫泡菜，难怪啊，这个一改名可让南韩的民众火很大。原来啊，韩国文化体育观光部呢，在7月22号的时候呢，宣布将韩国的泡菜的中文译名定为什么？新奇。真新奇啊，不是啦，新是辛拉面的新，奇是奇怪的奇，叫做新奇，并为此呢修改了公共名词的外语译文指南，但要求文化体育观光部撤回这一决定的呼声反对不断啊！韩国改名新奇，不但万人联署反对，还有人说根本就失去了泡菜精神啊！全北大学中文系的名誉教授金炳基8月份的时候就在青瓦台，韩国人真的很爱在青瓦台抗议耶。好，这不多说啦。他们呢，这个金炳基教授呢，就在8月份的时候，在青瓦台请愿公告栏发文哦，题为请文化体育观光部撤回泡菜的中文标注，更改为新奇的决定。我这边再讲一次哦，它改成这个新奇，其实有点 kimchi 的中文的概念，就是 kimchi 是辛拉面的辛，奇是奇怪的奇，中文就变成从泡菜变新奇的决定哦。金炳基表示啊，虽然因为韩国泡菜进入中国市场销售的时候，根据当地的规定需要用汉字名称，但是韩国政府为了迎合中国这一个存在文化霸权主义之嫌的规定，把 kimchi 的这个汉字译名改成新奇，他觉得实在太荒唐了。而且请愿到8月9号为止啊，已经有韩国上万人表示支持啊，说泡菜就是泡菜嘛，干嘛改成这个新奇呢？韩国中文教授更说啦，更名有很多不妥的原因哦。这位金教授啊，解释了韩国泡菜 kimchi 不应该更名为新奇的理由。他说啊，第一个，泡菜是这个韩国引以为豪的这个专有名词，已经使用数百年了。的确，他们从古至今都在腌泡菜。泡菜这个名词其实已经使用数百年的历史了，在全世界都广为人知。如果用新奇这中文字代替泡菜，可能会让人误以为韩国决定放弃 kimchi 这个固有的名词，甚至可能会被误解为开发了一种类似于泡菜的新产品。再来啦，翻译外语的时候呢，任何的社会和国家都会选择最接近自己文化的词语，以便于理解不同的文化。所以中国人选择 kimchi 前面加了叫韩国泡菜，以清楚的表明韩国泡菜跟中国泡菜的不同。
另外，他也担心啊，这还会使泡菜在中国以外的其他国家受到巨大的负面影响。有多负面影响呢？有可能让已经熟悉泡菜的外国人陷入混乱，因为宣传中一贯使用泡菜用语发生变化，可能会使宣传的效果大打折扣。再来，汉字不是中国独有的，而是东亚共同的文字。用新奇代替韩国泡菜的时候，中国发音变成了 kimchi， 但是翻译成韩国汉字的时候，发音却变成了心机。即使在韩国令他们骄傲的专有名词 kimchi， 如果也逐渐变成心机，这是十分荒谬的。我刚刚讲的心机哦，就是新旧的新，机是基本的机，他们会觉得翻来翻去好像 kimchi 就不见了。所以啊，这个教授还说啊，如果自己都抛弃了专有名词泡菜正确的发音，起一个新的名字新奇，真的是愚蠢的抛弃了自尊心，是毁灭系的新词代替主义呀。中国其实已经用韩国泡菜 kimchi 这个中文名词加英文读音做备注的方法来区隔这两国的泡菜了。他觉得这就足够啦，韩国政府实在没有必要出面创造一个新奇这一个奇怪的叫法。而韩国的网友呢，则是认为固有的名词 kimchi 是需要守护的文物。这个改名事件在韩国事件发酵之后呢，网友们纷纷表示，泡菜啊是代替韩国的饮食文化，带有大韩民族的思想和历史背景，是必须要守护的文化，所以啊，才有上万人去联署抗议。他们说，泡菜是属于韩国国民的，怎么可以随意改成其他的名字呢？明明全世界都已经接受了泡菜这个固有的名词，却非要改成新奇，真的是让人有点无语的决定啦。大师泡菜味的译名改成新奇，就是因为南韩的官方试图从语言文字层面上杠上中国四川泡菜作为区别，但之前其实还有日韩泡菜之争哦。日本跟南韩啊，泡菜宗主国之争回归，这次南韩官方将泡菜更名为新奇这一件事情，实在是有够怪的啦。因为在这个世纪初呢，南韩跟日本才曾经针对泡菜宗主国的主权进行了长达10年的抗战争论呢。诸如南韩当地曾发表泡菜宗主国宣言，大唱泡菜是我们韩国的文化，我们的灵魂，任谁都不能夺去我们泡菜宗主国的名号，更别提被南韩人视为国仇的日本。然而日本也不是好惹的哦，日本在1996年向亚特兰大奥运会递交了一份申请，要求把日本泡菜定为官方食品。最终啊，这场泡菜大战在2001年的7月呢，由南韩胜出了耶。南韩最终提出了一份详细的泡菜国际标准，把韩国泡菜列入国际食品规格。所以啊，现在一提到泡菜，大多数的人第一个当然都是想到韩国啊，而且平心而论啦，韩国跟日本的这个两国的泡菜制作方式跟口味样貌皆不同，这就好比我们常常在台湾这个吃臭豆腐的时候，比较偏甜的台式泡菜与偏辣的这个韩式泡菜也有非常大的不同啊。南韩在国际间争个泡菜宗主国的之举呢，背后真的其实就是国力发展和国际的知名度嘛。就是要让世界看到南韩的饮食文化。可是这一次南韩政府将泡菜改成新奇，试图从语言文字促进国际销量，汉字标示有必要性，但改名无非是要证明国家的实力甚至主体性。南韩当地也兴起了一阵讨论啊，
持负面态度的人，有的从政治的角度来说，他们就认为现今的执政者文在寅政权无能，去做一些小小的事情，不搞好国内的经济，却去更改这个泡菜这个菜名，而且已经有100年历史以上的这个文化了。也有网友认为，如果你要发扬韩国国家的主体性，何不直接以韩文标示？为何又要写出汉字呢？尽管这次南韩政府已经通过规定，把泡菜翻译成新奇，就如同之前水晶有你第一次去韩国10年前的时候，当时的首尔叫做汉城，后来改名为首尔的潜力来看，再过个10几年，或许人们就会接受了新奇这个名词。但以后啊，我觉得去韩国想到泡菜变成了新奇，为了区隔杠上中国四川的泡菜来做这个改名字啊。水晶油腻可能跟很多韩国的民众一样，觉得新奇这个词真的是大失韩国泡菜的味道啦。不知道大家的看法是不是跟水晶油腻一样呢？在每一集最后，我们都会教大家一句简单的韩语。今天的轻松学韩语时间，要教大家的就是大家可能都已经会念的韩文泡菜。韩文的泡菜就念 kimchi。另外呢，这2次我们 podcast 都提到的青瓦台呢，怎么念呢？就念청와대。好啦，以后我们如果这个疫情结束之后要去韩国的话，因为现在泡菜呢中文已经改成了新奇，那以后如果我们去买这个泡菜，那会讲中文的韩国人，我们要跟他们讲买泡菜，可能是要跟他们说买新奇咯。好吧，我们就要习惯一下咯。这集水晶油腻韩流通内容还喜欢吗？敬请锁定好听FM水晶的节目哦，阿妞。